自从和前女友分手后，伤心欲绝的你找到好兄弟寻求安慰，却从来没想过以往打游戏从不开麦的他，竟直接给你打来了一个语音通话。突如其来的一次意外，却让他们彼此闯进了对方的心房。听到手机里传来女人说话的声音，你顿时感动得痛哭流涕。真好，没想到自己这个好兄弟大半夜的为了安慰我，还专门买了个变声器陪我开黑。但后来当你得知他压根不是你以为的女装大佬，而是全校14亿男生追求的清冷校花时，你整个人瞬间升温。此时出租屋内正在打游戏的你听着电话那头的嘶吼声，陆以北，我都知道错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我只是跟阿黄开玩笑而已，说的又不是真心话。阿黄的男朋友送了她2万块钱的项链呢，你买不起还不让我说2句吗？昨天阿黄过生日，周周受邀去 KTV 参加他的生日派对。几瓶啤酒下肚后，黄登登就搂着她男朋友的胳膊，开玩笑地问周周：“小周，我都有情人终成眷属了，你什么时候答应陆以北的追求啊？”黄登登跟你见过几次，不是很熟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坚信总有一天周周一定会跟你走到一起。不仅是他这么觉得， KTV 里只要见过你的人也都这样觉得。因为一直以来你对周周都非常好，你们2个人也很般配。但周周却有不一样的想法，他跟你走得很近，近到离交往只差最后一步。但这一步的距离他一直把握得很好。他喜欢这种若即若离，随时可以抽身的感觉，也喜欢你平常追他时准备的各种小惊喜，以及朋友们知道后羡慕的目光。因为你长得好看，还乐意宠他。哇，小周，你男朋友对你好好呀？还不是男朋友，我还在追求周周呢。周周心里认为你们这辈子都高攀不上的男人，在我这里却只配当个追求者。可现在看到阿黄脖子里挂着那条价值2万多的项链，周周眼底泛酸。陆以北，不过是我的一条小舔狗罢了，还不会真有人以为我喜欢他吧？哎，不可否认啊，他是不错，但我周周嘛，也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能被追到手的呀。说完，他端起酒杯饮一口。果然，在场几位女人都面露艳羡，她们跟你都不熟，但都见过你，知道你长得的确不错，比黄登登男朋友还要好看。这一点周周非常满意，她不怕有人到你面前去说她坏话，因为她觉得只要没证据，你肯定信她不信其他人。就算有证据，只要证据不够充分，她小小撒个娇你也会原谅她。她对自己的魅力充满信心。可就是那么的不巧， KTV 包厢外传来她室友陈丹的说话声，她喝多了刚出去上了个厕所，碰到了你。陆以北，陆以北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没错，当时你就站在门外，原本是被朋友拉来唱 K 的。路过包厢时，恰好听见周周的声音，原本想进去打个招呼，可却听到了这些。回忆完昨天的事情，你深吸了口气。说完了吗？说完我挂了，打定级赛呢。陆以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接受我的道歉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你怎么这么娇气呢？周周的声音一直都甜甜的，可你现在听着却是那么的刺耳。南青笑道：“什么大丈夫？我只是一个20岁的清纯小男孩，小气点不是正常的吗？人家收到2万的项链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还说知道错了，你哪里是知道错了？你是觉得怕了？怕？我有什么好怕的呀？陆一北，你别以为我非要你原谅不可，我可不止你一个追求者。你……好的，正好我也不打算原谅，到此为止吧，挂了。”你按下挂断键，放下手机，平静的抬头，透过窗户望望天，月亮在笑，你也跟着笑了起来。你跟他原本是高中同学，在经历了魔鬼高3以后，2人成绩相似，考入了同一所大学。虽说没有正式交往，但关系一直都不错。他说他学生时期暂时没有恋爱的想法，你也没有催他。他说他对以后男朋友的要求很高，你就去努力提高。你看人家小李的男朋友，每个月都带她去高级餐厅吃饭呢。行，我也带你去。小庄的男人会空手的，好厉害啊！看着好帅啊，你也去学呗。行，我也学。小王的男朋友在篮球场上好厉害啊。没事，我可比他厉害多了。然后这次就成了阿黄的男朋友，送给了他2万多块钱的项链。2万块钱的项链奢侈是奢侈了点，你咬咬牙还是能买。可说到底也就是个清纯男大，又不是神仙，跟这么多人家的男朋友比，哪儿全都能比得过。小时候就没成为别人家的孩子，长大了还被要求变成别人家的男朋友，生活真难了。你自嘲的摇摇头。何况还不是男朋友，明明是他说了那种话，结果却是我被劈头盖脸一通臭骂，一腔爱意喂了狗。不对，我才是狗，舔狗还真是可笑啊。你以为听到这样的话会跟他对骂起来，未曾想到自己的反应会如此平静，又想到周周说的那些话，轻声的对自己说了句：“算了吧，陆以北，就这样吧。”
说完，你叹息着靠在了电脑椅背上。周周的嘶吼声从耳边消失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感。你忽然想到当初为什么会喜欢周周，好像是高中的某个下午，又站在学校的梧桐树下，斑驳的阳光照在他圆圆的脸蛋上，笑容很纯粹，也很可爱。怎么就变成了这样？你摇了摇头，算了，还是定级赛重要。你划拉了2下鼠标，重新点亮屏幕，准备继续上阵。可比赛早已经结束，比挂机了半句，惩罚结果就是被封号72小时。你盯着封号的通知框，又看了眼左下角的企鹅图标，好兄弟发来消息：你怎么掉线了？清浅是你多年的好兄弟兼游戏好队友，在网上认识的，虽没见过面，但一起经历过战场厮杀，情深意重。诚如 ID 一样，清浅的性子清清冷冷，就连头像都是一只默认的企鹅。白月光打电话过来吵了一架，彻底闹掰了。但愿人没事。没事儿，就是号被封了，今天怕是不能和兄弟一起扛枪了，抱歉。玩点别的，不打枪了。我怕你手抖坑我。我抖个鸡毛。那要去看男科了。种田不？清浅会了个一。星露谷启动。星露谷是模拟农场类型的种田游戏玩法，主打一个休闲。你原本想跟好兄弟倾诉一下，还特意用了白月光这样矫情的字眼，结果人压根就不接招。不愧是清浅，双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打斯提姆。你也不勉强，你跟他虽说是一起扛过枪，一起挖过矿，抢过银行，也跟过农场，但他基本不干涉你的家庭跟生活。反正都这样了，不如好好跟清浅少侠学习，速速放下儿女私情，尽快成为一个游戏高手。清浅设了一个 QQ 电话过来。不是，种个田还用我爆点吗？你一边快速在对话框里说一句，一边点击接听。清浅向来话少，打枪的时候也只有你一个人小嘴巴，等有时间空出手来，他才会扣字回复。电脑没麦，要不送你一个？我们很熟吗？一般货色又不贵，就当是你这么多年以来不厌其烦带我上分的奖励。别客气。可我不想告诉你我家地址。感情不是因为不好意思，那算了。你调试了一下音量。刚打算开口，那头却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。清浅开麦，我去，明天太阳不会从西边升起来吧？喂，没声音，不会听不见吧？你第一次听见好兄弟清浅的声音，声音清清冷冷，像是7、8月夏日冰凉溪水冲击到河滩上的鹅卵石那般悦耳。你瞬间不知所措，没听到你这头的回话，他那边还有些娇嗔。买回来这么久，几乎就没用过，不会是坏了吧？啊！怎么能这么巧啊？你扯着颤抖的嘴角没说话，而是按着键盘噼里啪啦的输入。清浅，咱家还有个妹妹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冷淡的开口道：这不是听见了吗？没有妹妹，妹妹是我。什么情况？好兄弟怎么就变成高冷校花了呢？这种事也是我能碰到的吗？你现在的脑子巨乱，一起玩了这么多年的好兄弟突然变成了一个你。我是哥们，你是女的？清浅嗔怪的问。为什么打字啊？装哑巴？你别跟我说麦克风坏了，我都听见你喘息声了。不是哥们，你真是妹子。喂，你声音怎么这么颤了？没事，是溜溜梅呢。你被吓得起飞，不小心磕到了桌子，疯狂揉搓着膝盖。但你现在更加在意的是清浅多年好兄弟居然不带他。你又不可置信的重复了一遍。哥们，你怎么能是妹子呢？你以前不都说你男的吗？清浅好似有些怨气。谁跟你哥们儿啊？我没说过，你自己脑补的。那你也没否认啊？没否认不等于承认 ，OK？ 你为啥不否认啊？你猜？你动了下小脑筋，能猜到个大概。你跟清浅是念高2那年认识的，当时你俩的确还不太熟。以清浅的个性，不想开麦也正常。高2暑假混熟了，可那年你决定追周周，周周不喜欢你跟其他女生接触。要是知道清浅是女孩的话，你估计得跟她切割。不是哥们儿，就咱俩这关系，就算你是女的，我也……说到这里，你都有些心虚。清浅淡淡的问：“咱俩什么关系？”好兄弟在心中。有事电话打不通。你干笑了2下，清浅开口道：“本来就想一直瞒下去了，反正我不说话也不影响咱俩打游戏。”那怎么忽然愿意开麦了？清浅有些不悦。因为买的麦刚好到了，不行吗？行，可你刚刚说已经买回来了很久了。清浅轻笑一声，漫不经心的说道：“跟我说说吧。”说什么？你那个白月光的事儿，总算黄了吗？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错觉，总感觉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清浅的笑意更浓了些。哎，原来你注意到了。原本想跟好兄弟吐槽，现在这好兄弟变成了好姐妹，一下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你讪讪一笑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清浅却不容拒绝。说，我想听。不是清浅，你啥时候这么八卦了？你记得以前跟清浅分享和周周的日常时，只能得到他清一色上不上号的冷淡回归。今天改姓了，你总结了一下。说白了，我在人心中就一条有颜值的舔狗，带出去有面子。
你真不想多讲，一来是清浅的真实性别让你有点开幕雷击，脑子实在是太乱；二来是你一个男孩子跟别的女生巴另一个女生实在是有点怪怪的。您总说你是破碎的，但白月光是完美的。哎，你看啊，人家只是碎的比较不明显一点。你说的对。替你骂他2句。不用。哟，还不舍得呢。只是觉得没必要罢了。清浅想了想，也是。终于找到溪水了，一家吧，真好喝。那个，陆以北，你在下面干什么？别喝啊，我刚刚洗过脚的。你叹了口气，本来还想定个级开心下，结果号被封了，这下气饱了，饭都不用吃了。清浅安之若素。改天带你订回来。好嘞，就指望女侠你这句话。还有，你没吃晚饭？本来想打完了再吃的。8点半了。等会儿就去吃点好的。什么？香辣牛肉面。嘿，你是懂我的。清浅略带讥讽。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自己可是能润出国去留学的大少爷啊。那不是因为不想去，所以被家里踹出来了。什么大少爷，连学费都要自己赚钱交，还得付房租。你被踹出家门后，放暑假都没回去，所以在距离大学不远的地方租了个单身公寓。清浅带着莫名其妙的紧张感询问：那你还出国吗？为这个干嘛？你不乐意去国外，是因为那位破碎的白月光小姐吧？现在都闹掰了，你大学才念了1年，想出去的话还不算晚。其实他的因素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我都在江南都念了1年了，再转校挺不方便。清浅长舒一口气。说起这个，你在哪个学校念书来着？跟你很熟吗？打探地址。那算了。清浅嘟囔。过几天就告诉你。还能差这么几天？混这么多，天还重不重啊？重。你打开游戏，干疼的 BGM 又响了起来。纵使连了麦打游戏的时候，清浅的话还是不多，但好歹耳边多出了一些恩好之类的回复。清浅深陷澄澈，你觉得交流感还是比之前强了许多。星露谷这游戏能种田也能钓鱼，需要很精密的鼠标连点操作。你正哼哧的快要把鼠标走进门，放在边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注意力一涣散，直接宣告空军。你破口大骂：好烦啊！今天运气也太差了吧！定级赛没成，钓鱼都能有场外干扰。你拿起手机，喂，放门口就行。拿个外卖等我一会儿。你打开门，拿着 KFC 宅急送回到电脑桌前，又对着清浅那头抱怨：我跟你讲，要不是这个电话干扰，刚才那干章鱼肯定就钓上了。清浅回了2个字：牛逼。你正想抒发壮志未成，却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。我没点外卖啊，这谁点的？上面的地址跟电话号码，乃至于吴彦祖这个名字，都是我本人名字啊。但是你记得自己没点过外卖。这谁帮我点的？是啊，谁点的？难道是周周？不是心存念想，单纯就是刚联络过的条件反射。还有谁呢？对啊，还有谁呢？清浅一字一顿。那么还有谁知道你这个小可怜虫没吃晚饭呢？你想了一下，我不太确定，只能说一种可能性。猜错了你别骂我。说，莫非是女侠你点的？清浅不咸不淡。真聪明，居然这么快想到啊！我还以为你接下去要猜海螺姑娘了。上一秒还在说我张飞3级不开大的好兄弟，下一秒就变成了同校的高冷校花。校花不仅对我特殊照顾，甚至每天都要我亲亲抱抱举高高。和周周闹掰了的几天后，江南下了几场雨。放晴的天气里，就算只在上午，气温也高得要命。今天是江南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，已被朋友用一杯奶茶叫来。低头想看看时间的功夫，身后忽然有人喊着你的名字。哎呦，我的老北，我大老远就看到你喽。哟嘿，吃啥好吃的呢？嘿，谢了，嘿嘿，再给一颗呗。刘杰看着你这副有些生气的模样，笑了笑。你和周周的事他都知道了，原先他过来是为了特意安慰你，但现在看来貌似不用了。嘿呦，老北，少奇来报，这次的新生中有很多漂亮妹妹。真的假的？保真保真。那，你看这张照片，是前线战友发来的绝密档案。这是3少老师，我也认识。你想让他来我们学校念书，可能有点难度。我操，点错了，是这个。照片里的女生只有一个背影，清清瘦瘦的。听说是一个人来的，来的还挺早。
但在等什么人的样子。好多人都过去搭讪，问他要不要帮忙搬行李啊，都被拒绝掉了。应该是在等男朋友吧？哎呀，真可恶啊！哎，你说，为什么漂亮的姑娘都有男朋友了呢？陈丹没有，你抓紧找她去。哎呀，她也不漂亮啊。嘿，我可录音了。我操，老北你别！正当刘杰求饶之时，你们不知不觉间走到了东大门。不远处的一个女孩看到你的身影，立马踮起脚尖，用力朝你挥手。北哥，你还真来了。哦，那我可走了。别介啊，喝水吧。客气了。喂，那我呢？忘了，给你。忘了？这像个话吗你？你就是夏黎说的陆一北吧？多谢你能来帮忙，我叫李斯，3年级。学长你好。叫我李斯就好。北哥，我帮你带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需要我做点什么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来帮新生家长之类的指指路，回答他们的问题就行。不过既然是男孩子的话，可能需要你帮助新生学妹拎点大件行李，能行吗？包的呀。喂，老北，漂亮妹妹还在呢。我去，这么漂亮，笑话了吧？咋的？需要个微信呗？切，没见别人去搭讪都失败了，人肯定名花有主了。这般出尘绝艳之女子，莫说是在咱们江南大学，就是放眼整个行场，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。断不能留微信，否则日后定会扰乱我的道心，影响我冲击巅峰术士境界。听我的，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卸载红柿子软件。你去迎新了吗？到了。哎呦，老北，他好像在看我哎，不对，好像在看你呀。北哥，同学需要帮忙吗？谢谢学长。没事。为毛啊？人长得帅呗，长得帅了不起啊？长得帅还真了不起。我操，可恶，被人捡漏了。人家那是堂堂正正的碾压，算什么捡漏？我就说了，我家北哥呀，跟你们不在同一个等级上。夏丽看着两人一起离开的背影谈笑，李四无奈地看着这个双手叉腰的小姑娘。你们两人就这样无声地走过那么一小段路，焦烈如火的红枫故事擦着你的衣角飞落。女生的性格有些寡淡，除了那句道谢以外，她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场面一时有些尴尬。那个学妹，你不是杭城本地人吧？我这觉得不像，哪里人啊？东北。哦，那还挺远的，飞了不少时间吧4个半小时，还行。你计算机系的？还行啊，同行啊。学妹并没有因此欣喜，她平静地点了点头，清瘦的脸蛋上看不出来一点表情变化，尴尬地挠了挠脑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学长，你还没说你的名字呢。陆一北。季清浅。学长，怎么了？没事，稍等啊，我回一个信息。且我还真遇到难搞的新人了，整2大箱行李啊，这是想累死我吗？可能是那个学妹的家太远了，这个学期都不打算回去，所以带的生活用品跟衣物比较多吧。嫌累的话，你可以拒绝人家学妹吗？你看着自己的手机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重新将手机塞了回去。清姐。阿北。你看着对面精心打扮的季清浅，炙热的阳光打在少女的头顶，好似笼罩着一层浅金色的光面。她白得如雪，既高挑又纤细，清清冷冷又落落大方。你与季清浅认识了3年多，这是她第一次从电脑里钻出来与你见面。不是，你来江南念书，怎么不早跟我说啊？惊喜吗？我只是玩摇单杀对面吕布10次。我只是玩吕布，被对面瑶妹单杀了10次。结束后，他邀请我父子去单挑，没想到我竟然多了一位主人，还需要每天提供美腿和大来来给他欣赏。我一直以为他是男生，直到开学才发现他居然是我的新生学妹。我现在不是在做梦吧？要我掐你一把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哇，让你掐没让你掐这么重啊？嘿，不对，你这人怎么好端端的骗人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寻思你也不丑啊。不丑？你家要是没镜子的话，我可以送你1块。这要是丑的话，那世上估计得多上几10亿的自卑姑娘啊。清浅细心且乌黑的眉眼泛起笑意，说话口吻却还是淡淡。你审美有问题。陆一北当然不明白这是面前女孩的小心机，只是眼神一直在打量着面前的女孩。看什么看？跟你很熟吗？对了，清浅，
你长这么好看，为什么朋友圈连一张自拍照都不放出来啊？原来以为是你自卑，感情你是怕别人自卑啊？你人还怪好嘞。到现在才认出来，看来电子竞技真的不需要视力。我寻思女侠，你给了假情报还想让我答对题，考前押题也不带你这样往错误方向押的呀。这波你全责好吗？你看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大奶奶，难道和他说我看见爷爷的爱人了吗？不可能，亲浅问的肯定不是这个。看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啊。电子竞技果然不需要视力。瞎。哼。怎么突然生气啊？那个亲浅女侠，女请在这边。怎么突然生气了呢？等等，这衣服好像女侠，这是我为你挑的那件衣服吗？你终于看出来了。嘿，一下子没看出来。完了。哎，别生气嘛，你发的图其实挺一般的，没想到上身这么好看，一下子真没发现是同一套。臭直男，不过说话还是很合我心意的吗？我说亲戚，你从东北到杭城来念大学，跑得真够远的，而且还一个人，你家里人这么放心你吗？我家是放养策略。怪不得念高中能整天熬夜打游戏，就这样还能考进江大，咱们学校的分数线可不低啊，你还是有点东西的。哼，彼此，某些人不仅能打游戏，还有空追女神呢。不是女侠，咱能哪壶不开提哪壶不？你哪壶开了？让我提一提。哪壶都没开你就别提了。对了，你怎么突然选报江大了？说的我不能报一样。虽然说江南大学在江南这片的确算是顶尖学府之一，可东北那边也不是没有比它更好的呀。要是我是东北人，肯定不会跑这么远来念书。难不成是我成天吹嘘我们学校牛逼，吹得你心动了？这招生办不得给我打点钱？哼，一来就觉得上当了。咋了？热。闻言，陆一北立即熟练地翻了翻各个抽屉与柜子，然后找出个遥控板，对着空调滴了一下。季清浅坐得高，床铺正好又在空调出风口边上，他立刻探出头，头发随风舞动，一时让陆一北看得入迷。别看咱们江南夏天热，那冬天也冷啊！到时候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魔法攻击，看你这种叠无抗的种族能不能受得了。我不怕冷，我对付冷空气有绝佳 buff。什么？一身正气。好了，我继续去当志愿者了。怕热的话就别乱跑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笑什么？没事，平常咱们说完这话就该下线了。这还是第一次跟你告别，告得这么有真实感，好奇怪。以后就习惯了。好了，那走了，跟室友好好相处啊，有事就打我电话。看着陆一北离开的背影，季清浅这才垂下手掌，莫名跟着轻笑起来。他曾无数次想象自己与少年第一次相遇的场面，今天居然就如此简简单单、平平淡淡的成真了。你真了不起，季清浅。怎么了，决绝？这不是你的宿舍吗？快进去啊！您好，我是王珏，是新生。您也是这个宿舍的吗？季清浅，同学，你就是决绝的室友吧？请你以后多多照顾这丫头，谢谢你了。怎么办？这种场合不是我这种爱人能应付的呀。陆一北，你在哪？迎新结束后的陆一北因为自己还没铺床，所以在刘杰的床上打盹。清浅女侠这是出啥事了？刚才泉水复活咋了？发完消息后，陆一北走向阳台，双手撑在阳台栏杆上，眺望出去，天边彩霞绚烂，晚风温和，一切都是极美，只有一个缺陷。我寝室楼距离清浅女侠那边未免也太远了，脖子伸的再长也看不到。在这儿干啥呢，老北？胖子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朕给你打下的天下。放屁！老北，你跟周周真的拜了吗？哦，真的。娃去了。陆一北说这件事的时，几个室友没一个一下就信了。看来以前的舔狗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。怎么说呢？是挺好的事儿，就是有点突然。胖子，反对有一句话说的对，我们总认为人是会慢慢长大的，但其实不是，人是一瞬间长大的。说的有禅意一点，就是顿悟。奈何胖子没文化，一句卧槽行天下，不明觉厉。以老北你如今的气质，哪怕现在退学，都能去灵隐寺当个得道高僧。阿弥陀佛，我服不渡本科以下。
那你以后呢？听阿杰说这一届新生里漂亮妹妹居多，要不咱们一起去打听打听，要是遇上合适的，要微信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。胖子那边有面镜子，你去照一照，然后再来仔细观察观察我的颜值，再思考思考，你说这句话是不是有失偏颇？自己不好意思一个人去钓新生妹妹，就直说，不要想方设法拉我下水。说到漂亮新生妹妹的陆一北看了眼手机，女侠还没回消息。胖子，你说你最好的兄弟某一天变成了漂亮妹妹，你会怎么做？笋儿还是没控制住自己，真去泰国了吗？我早说过了，老北你跟周周谈，还不如让笋儿穿女装跟你谈，那笋儿至少半夜还能请你吃一顿打折海底捞呢，你说对不对？那还是算了，笋儿还是留着伺候你的吧。陆一北调小音量，悄悄给清浅女侠打了个电话，可还是没接通。胖子保全安在？楼下车棚，借我一用。没问题，北哥，啥事儿？借我回趟家，明天再给你骑回来，谢了。陆一北刚打算出门，刘杰就扭着妖娆的身子走了过来。哎，北哥，一会儿学生会迎新组一起干饭，你去不去？李子哥联系不上你，让我喊你一声，替我哥吧。哟，好，不愧是歌中之王，在歌这件事上从来不会歌的男人，佩服。清浅女侠到现在都没回消息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吉隆坡的天气，它是翻雨又覆雨，灰蒙蒙的乌云，好几天没见到你。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，可我不习惯没有带着你的打火机。4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有回消息？难道真的建功死了？可我们只是网，又没开始练，就算不感兴趣，也不用不理人吧？那什么，你手机震动了有一会儿了，你看看是不是有人打你电话？清浅听歌用的蓝牙，因为某人不回消息的缘故，他干脆把手机扔在了床上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清浅拿起电话，听到那个耳熟的声音后，他暗暗松了口气。幸好没有建功死。女侠，你怎么现在才接电话？你问我，我还想问你呢。季清浅原本想这么说，可听着那头有些气喘的声音，实在不忍责怪。我下来跟你说。你啥时候充值的心灵感应套餐啊？我还没跟你提呢，你就知道我到你们寝室楼下了。因为我聪明，你等着，我马上下来。水。手机没油了，刚趁着手机充电的功夫，在寝室躺一会儿，所以没看到你的消息。快喝口水，谁问你了？女侠哥，你们那旮瘩大老爷们儿是不是就得这么喝？季清浅嫌弃的接过水瓶，重新拧上瓶盖。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跟大老爷们儿喝酒。还有，你骑车这么快干嘛？我看你没回消息，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。闻言，季清浅心里暖洋洋的，他伸出手，轻轻一拳砸在我的手臂上。笨蛋，在学校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嘿，也是，可能睡猛了，神经有点紧绷。哦，我手机没放在身边，所以没听见，以后会随身携带的，你不要瞎担心。饿了，带我出去吃饭。你今天就不要待在出租屋里吃泡面了。好嘞，你想吃什么？随便。要酸菜鱼？不喜欢刺。那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吧。没听见吗？我说随便。你们这边有什么特色美食吗？我来之前网上查过，西湖醋鱼是吗？好吃吗？那可太好吃了。吃西湖醋鱼的诀窍就是要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等你一口一下去，正好可以行云流水的连鱼带盘子从窗户扔出去，突出一个优雅。啊，这哪是好吃的样子啊？没办法呀，咱杭城美食的最大特色就是没有美食，要不烧烤吧，东门的学院街有家挺好的烧烤店。季清浅愣了愣，你说他一东北人，没来江南之前就成天点烧烤吃，来了江南还吃烧，江南不白来了吗？不喜欢吗？那我再想想。喜欢，去呗。喂，你是不是馋那家好久了？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口水流出来了。你别诽谤我，这明明是汗。赶紧走吧，这天气鬼热。赶紧走吧，这天气鬼热的。啊，你这车怎么没后座啊？公务车哪来的后座？垃圾。捷安特牌子，好几千块呢。那也垃圾。季清浅原本还想着陆以北载着他在校园里风驰电掣，现在看来是没戏了。当初胖子，就是车主人把他从专卖店里骑回来的时候，咱哥几个可别提多羡慕。这玩意儿可是咱寝室最重要的交通工具，谁有急事才能申请使用。你们寝室都骑过？是啊，
万人骑烧货。千仙女侠，您正常点。你怎么不买一辆啊？你经常住校外，有车通勤就方便多了。我也想啊，可是一台就得好几千块呢。你送我？可以，但你要买个有后座的。陆一北还以为是女侠在开玩笑，就没放在心上。只见季清浅拿出手机，哒哒哒的敲了一会后，递到陆一北的面前。你看这辆怎么样？我操，这辆肯定比你室友的好。废话，你没看到价格后面多了个零吗？贵一点无所谓的，关键是质量，还有后座。主要是后座。不是，这是贵了一点吗？价格差了10倍啊。你帮我问问客服能不能加后座，我不知道怎么问。不是哥们，你还真的？不然呢？不过呢，我送你的，所以你不能给其他人骑。不太好，毕竟你室友都借你车，你要是不借给他，他就会觉得你是小气鬼了。可以借，但是你骑的时候后座不能载别人。陆一北看着女侠这副认真的样子，感觉不像是开玩笑。那个女侠，你不会真是富婆吧？你家里做什么的？我老家在东北，但我爸妈在塞北省放牛。我听我妈说，这次学费加机票的钱是家里2头牛的价格。那这条件也不是很富裕啊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那样的牛，我家养了几万头吧。不是，这对吗？所以你快问客服，我要后座。我说女侠，骑车载人是违法的，别说在外边，就咱们学校，一旦被发现，就等着保安大叔的江湖追杀令吧。我觉得他们追不上你，你蹬得可快了。这确实，保安大叔的老寒腿想要追上我，确实存在那么一点小难度。所以他们有高科技。什么高科技啊？他们有电瓶车。那群老登真卑鄙。好了，一会儿烧烤店休息了，我们走吧。北哥，北哥，我之前喊你，你怎么没应呢？啥时候啊？算了，北哥，你是一个人啊？怎么会？忽而我这么一大清浅呢，怎么消失不见了？原来在陆一北停步的时候，季清浅继续往前走了一段，现在都已经在10步开外的地方。对啊，目前看来是一个人。咱们迎新组干饭，你真不来啊？有点事。怪可惜的，你被我喊来打白工，结果连聚餐都不来白嫖。下次有机会再吃吧。也行吧，再约。来，北哥，掐个微，我 QQ 号掉了，找不回来了，我扫你的码。你小子就会占我便宜。那拜拜喽，我赶场子去了，再联络啊。此时的季清浅正呆呆地看着篮球场，看到陆一北来到身边，才问道：喂，你朋友啊？之前在东大门就看到你俩在说话。嘿嘿，是啊，她就是之前说的老同学，叫夏里，也算是你的学姐，人不错。本来还想介绍给你认识，结果你怎么跑那么老远？季清浅脸上泛起了微红，他觉得自己是小气鬼，才见过2面，没说一句话就开始暗自警惕那位矮个子学姐。北哥，说起来啊，之前那个就是让你帮忙搬行李那个学妹，那美的冒泡的呀，你觉得你们俩有发展的可能吗？我觉着啊，你们俩搁一块儿特别登对，迎新1000线，珍惜这段缘，你可别错。不要理他，他脑子秀逗了。你说的对，这个夏离人确实不错。哦，对了，你被偷拍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帮学妹搬行李的时候被偷拍了，她跟我室友认识，现在啊，你的照片在我们寝室已经传开了。我去了，真的假的？那他们开美颜了没有？没有。我去了，这届学妹真不行啊，咱学长偷拍你都是开美颜拍的。那你看，虽然说只是个背影。季清浅没对偷拍发表任何看法，而是一脸古怪的看着陆一北说道：你存这照片干嘛？那个可能是自动下载保存了吧。哦，你给人学妹留微信号了？啊？听说的。没有啊，是有几个学妹来要微信来着，但是我都拒绝了。清浅语气笔直的让陆一北一时以为女侠不相信自己，急忙解释道：送完你后，我手机就自动关机了，就算是报微信号也会有消息验证的。要不女侠你查查？查个鬼！真是笨蛋！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和室友才认识1天，我怎么可能怀疑你？不过陆一北的解释还是让他脸上泛起了一丝笑意。再让我看看那张照片，再让我看看那张照片。
出来，果然还是我比你好看。好好好，你最好看了。到了，我和你说，这家可好吃了。哎，不是哥们，这不就是我们大东北的烧烤吗？来南方也得吃烧烤啊。咋了？进去啊？哦。还有位置吗？小薇？哎，有，正好还有个位置。哟，阿北，你可笑呀！来，这边。嘿，眼福不浅呀，找了个这么好看的女朋友。哎呦，别乱说，这是我学妹。哎，我懂，学妹嘛，谁还没有个学妹呢？她只是我的妹妹，妹妹说日子很有韵味。打住，陈哥，你之前说回老家相亲，结果怎么样了？忙着呢，没空跟你说这些。哎，弟妹，扫码点菜啊，哪个贵就点哪个。这小子一看就有钱。嘿，别听他瞎说，这条街的店员都一个样，听风就是雨，总想搞个大新闻。知道了。什么嘛，原来这家店还不错嘛，过会儿去大众点评上给他们个5星好评。他没见过白月光。是啊，周周不爱跟我来这种地方，拍照不好看，他喜欢去西餐厅或是甜品店，容易出片发朋友圈。虽然清浅跟我是好兄弟几把，可毕竟也是个女孩子，初次见面带她来烧烤店，会不会太粗糙了？那个，如果你也喜欢那种地方，我下次带你去。笨蛋，我一个东北人肯定对烧烤更有归宿感啊。不过他这是在邀请我约会吗？哦，火锅店也想去。没问题。还有日料店。好。对了，杭城的小笼包很有名，你得带我吃。包在我身上。嘉禾的粽子，之后有空你得陪我去嘉禾，我要吃正宗的嘉禾蛋黄肉粽。杭城到嘉禾坐高铁的话，也就半个多小时，到时候带你去。还有什么呢？嘿嘿，女侠，你是真想把我钱包榨干啊？你有时间的话，我能差旅全包。哼，你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？抱歉，有钱还真的能够为所欲为哦。哎，那之后我要是去东北，你能带我玩吗？但我不经常出门，不了解太多玩的地方。那你家那边呢？那行，哈尔滨的冬天很漂亮。现在肯透露家庭地址了，不打算瞒我一辈子了。知道我为什么以前不愿意告诉你吗？我不到啊，难道是怕我图谋不轨，打飞机去骚扰你？真见面以后发现我是真的正人君子，就放下了戒心？笨。因为以前陆以北去东北，肯定是跟周周一起。季清浅不想跟周周说话，甚至不想见到他，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洪荒之力，见面直接甩他一逼脸。所以是为什么？你自己想，你想吃什么？你看着办吧，给我点个烤茄子跟几串翅中就行，我又不挑食。那我下单了啊。没问题。阿北，看不出来你这么虚啊，好好补补，好福气，好福气。女侠，你这是故意的吧？你最近熬夜那么凶，又遭遇失恋大劫，是该好好补一补。哎呀，清浅啊。有意见？我没意见，但是咱们孤男寡女出来吃东西，你给我点这些，很容易让人误会。咱们之后还有什么活动啊？等等，这是谁的水？清浅，这水我喝过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有个词叫间接接吻，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啊？你看啊，我先喝的水，然后盖上了瓶盖，然后你再喝，等于中间有了瓶盖的过渡，就算有口水，也应该被瓶盖带走啊。带了不算给。雨霞，你正常点，吃饱了吗？嘿嘿，那我去结账。你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吗？记得呀，我高2的那个冬天，快过年的时候。错了，是过完年的4月。不，你生病的时候。原来对于季清浅来说，4月之前的陆以北单纯就一路人枪男，唯一的作用就是当挂件，扯他后腿。那年4月，季清浅生了场病，并不重，但需要住院，一住就是半个月。这半个月他没有上线，手机也被严格管控。季清浅倒是无所谓，每天看点漫画，日子过得挺轻松，只是苦了某位挂件男。我重新通网那天，发现有个蠢货以为我挂了，每天都来我这里哭丧，跟我说什么太子湾郁金香开了，西湖的柳叶冒芽了，湖边的松鼠很可爱，白鸽会来啄面包，天很蓝，云很淡，微风刚刚好，希望我还能有机会再看一看，本来没死都快被你笑死。别再说了。当时他的确笑得很大声，但不是嘲笑，而是真心实意的笑。季清浅实在没想到，万里之外还有个蠢货能这么惦记自己。支付宝到账